紅棗咧作為一種重要嘅食材同埋藥材，佢有悠久嘅歷史啦，同埋有豐富嘅營養價值啦。咁紅棗嘅歷史咧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喎。咁據考古學研究咧，新石器時代嘅遺址中咧就有紅棗俾我哋人類食用嘅一個記錄。咁喺古代咧，紅棗被認為係有呢個滋補養生同埋調理脾胃功效，佢係同燕窩、人參齊名嘅名貴嘅一個食材。咁紅棗咧都係被稱之為女性之友㗎，可以話咧佢係市上面生得嚟嘅天然嘅大補丸。咁紅棗係咪真係咁好咧？咁有邊啲人又唔適合食用紅棗咧？咁大家好，我係自己新呢一期影片咧，我哋嚟講講紅棗。咁紅棗咧，佢又別名薑棗、涼棗、大棗，佢係屬鼠李科屬嘅植物組嘅成熟果實。咁紅棗嘅歷史咧，可以追溯到4000幾年前㗎。咁最早係記載於《神農本草經》當中，佢被列為上品。咁歷代本草典籍中咧，佢都比較多咁有佢嘅使用價值一個記述。咁中醫經典方劑，例如桂枝湯、小柴胡湯、十棗湯，佢都將紅棗咧作為重要食材之一。咁紅棗主要產自於我國，佢廣泛分佈於歐洲、澳大利亞同埋東南亞啲地區。咁據統計咧，我國有700幾個紅棗品種。咁呢幾年嚟咧，不斷有新嘅培育嘅品種報道㗎。咁紅棗咧作為藥食兩用嘅食物，咁《詩經》記載咧，百葉搏棗，12獲稻。佢就話咧，百葉開始咧就打棗食，12下田嚟收稻子。咁清代文人咧，富察敦松咧喺《燕京萬時記》中邊咧就記載咗個臘八粥嘅製作方法，其中就有紅棗。咁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粟子同埋紅豇豆去皮、棗泥等合水煮熟，外用丸、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嚟作為演點㗎。咁現代營養學認為咧，紅棗中含有豐富嘅營養物質啦，例如氨基酸啦、多糖啦、維他命啦、同黃酮類啦、有機酸啦、藻苷類啦、生物鹼啦、視酯啊、兒茶酚啦、油質等等。咁其中咧，紅棗咧佢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可以增加我哋皮膚嘅抵抗力同埋彈性，使我哋皮膚潔白細膩。環磷酸腺苷同埋環磷酸鳥苷嘅含量咧都豐富而且穩定喎，咁對維護心血管健康都有幫助嘅。咁微量元素鐵咧可以補血啦。咁黃桃類化合物咧，佢又有鎮痛、催眠同埋降壓嘅作用，可以幫助改善睡眠質量啦。咁活性多糖咧係一類天然嘅免疫調節因子，可以提高機體自身嘅免疫力。咁紅棗嘅食用方法多啦，而且咧佢方法唔同，功效都有啲唔同嘅喎。咁鮮棗嘅維生素 C 含量更為豐富啦，但係食多咗咧可能又唔利於我哋消化。咁乾棗嘅維生素含量咧雖然有所下降，但係咧佢鐵嘅含量升高，佢嘅營養更加容易吸收。咁紅棗如果浸水咧就可以養肝排毒啦，但係咧佢個果皮又唔好消化，整粒沖泡咧就好難使呢個營養成分完全溶出嘅。我哋最好咧將佢搣開再沖泡。咁紅棗蓮子湯咧係一種以紅棗、蓮子、紅糖為主嘅傳統嘅藥膳，佢可以幫我哋補血養顏啦、健脾益胃啦。紅棗仲可以煮粥加工成為膏咁，佢有一個補脾健胃、滋養津液嘅作用。我啲朋友問自己身咁中醫認為咧紅棗有冇咩更具體嘅功效咧？咁中醫認為咧紅棗味甘性溫，歸脾胃心經，佢有一個補中益氣、養血安神嘅功效。咁從中醫角度嚟講，首先紅棗咧可以補中益氣。咁如果你脾胃虛弱容易屙肚或者經常感到疲倦無力咁每日食幾粒紅棗咧，或者配埋呢個黨參同埋白術一齊食咧，就可以幫你補中益氣，增強呢個脾胃功能，增加食慾，仲可以止瀉。咁第二咧紅棗咧又可以幫我哋補氣養血嘅喎。咁紅棗係比較好嘅補品啦，好多食療藥膳都會加紅棗嚟保養身體滋潤呢個氣血。咁中醫認為咧，多食紅棗、黃芪、枸杞咧就可以提升我哋身體嘅元氣，增強我哋免疫力。咁第三咧，紅棗可以幫我哋養血安神啦。咁對於女性嚟講咧，佢有呢個
躁鬱症或者係容易哭或者係心神唔寧嘅呢啲問題咧，可以將紅棗同埋甘草啊、小麥一齊用。比如呢個甘麥紅棗湯，佢又有養血安神、舒肝解鬱嘅效果。咁第四咧，紅棗仲可以幫我哋緩火藥性啦。咁有啲藥性好烈嘅藥咧，佢會加紅棗嚟減少副作用、保護正氣嘅。比如中醫嘅十草湯裏邊咧，佢用紅棗嚟緩解其他中藥嘅副作用，咁保護呢個脾胃唔受傷害㗎。咁紅棗雖然好，但係咧食用嘅時候咧都有注意事項㗎。咁首先咧係部分有痰濕偏盛嘅一個體質嘅人嚟講咧，紅棗個滋膩嘅性咧就容易阻塞啦。咁使得呢個痰濕停留喺我哋體內咧難以清除㗎，進而咧有可能加重我哋有啲唔舒服。咁呢一類體質嘅人咧，更加適合食啲薏仁啊、紅小豆啊、山藥啊、絲瓜呢啲健脾利濕嘅食物。咁第二種咧係有可能會經常上火嘅朋友，咁呢類朋友咧佢嘅體質偏熱經常會出現一啲便秘啊、口臭啊、咽喉硬硬腫痛啊呢啲上火嘅症狀。咁紅棗咧佢性味甘溫啊嘛，佢偏於溫補，如果大量食用嘅話咧，就容易咧火上燒油啦。第三種咧就係感冒初期嘅朋友，咁感冒初期咧從中醫角度嚟講，入侵我哋體內嘅風寒或者風熱呢啲邪氣咧啱啱入過我哋體內㗎。咁呢個時候我哋食用紅棗咧，佢嘅黏膩嘅性質咧，容易導致呢啲中醫認為嘅邪氣咧滯留，造成一個閉門留寇嘅效果，使得我哋體內嘅病邪咧難以驅除，係唔利於我哋大家回復㗎。咁有啲朋友問自己身咁有糖尿病可唔可以食用紅棗咧？咁我個人係唔建議糖尿病患者咧過多咁食用紅棗㗎，因為咧仲有好多食物可以選擇去替代㗎。咁紅棗中嘅糖分量係比較高嘅，主要係葡萄糖啦、蔗糖啦同埋果糖。咁呢啲糖類物質咧進入我哋人體之後咧，就導致呢個血糖嘅濃度咧短時間內咧升高。咁對於糖尿病嘅患者嚟講咧，過量嘅食用紅棗咧，可能導致呢個血糖嘅波動，係唔利於我哋病情嘅穩定同埋回復㗎。咁紅棗嘅升糖指數比較高啦，嘅食用之後咧，容易導致呢個血糖咧快速上升。咁樣咧就需要嚴格控制血糖嘅糖尿病患者嚟講咧，其實呢啲係唔好㗎。但係咧血糖高或者係糖尿病患者，佢又唔係完全唔可以食。咁如果喺血糖控制得相對穩定或者係滿意嘅情況之下咧，可以適量食用紅棗，但係咧每日食1個到2個就得啦。而且咧食用之後咧要注意監測呢個血糖變化，確保血糖咧唔會因為食用紅棗而大幅度咁波動㗎。同時咧紅棗咧又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佢去促進我哋腸道健康但係咧糖尿病患者嘅時候咧就要注意啦，佢可能帶嚟一啲消化嘅負擔。咁膳食纖維雖然對血糖控制有一定嘅幫助咁因為佢可以減緩食物嘅消化嘅速度，所以佢又可以降低餐後血糖嘅升高嘅速度。但係咧過度咁食用咧，大棗咧佢裏邊較高嘅膳食纖維咧，就可能導致消化不良或者係腹脹㗎。咁糖尿病患者嘅腸道健康都比較敏感嘅。咁過多嘅膳食纖維咧，就會增加腸胃嘅負擔啦。尤其嗰啲已經有便秘或者係腸胃問題嘅患者，可能會加劇佢嘅唔舒服㗎。咁同時咧，過量攝入紅棗咧，仲會增加體內鎘嘅負擔，尤其係嗰啲腎功能受損嘅糖尿病患者。咁過高嘅鎘嘅攝入咧，可能會導致高鎘血症。咁對於有腎病疾病嘅糖尿病患者，就應該特別小心以免增加佢個健康風險。咁另外咧，糖尿病患者食用紅棗嗰陣咧，可以選擇喺2餐之間或者需要補充能量嘅時候先食用，以免喺餐前或者餐後即刻食用同時咧都會減少佢個血糖嘅影響。咁紅棗可以乾住嚟食，都可以做成粥或者係蒸煮作為主食。但係無論使用邊種嘅食用方法，都要自控制呢個攝入量，避免過量食用。另外咧，這真提醒大家，食紅棗一定要注意棗核嘅問題，確保安全。首先咧，食棗要專心，無論係乾棗或者鮮棗，都盡量用手攞住嚟慢慢食。咁棗核咧係絕對唔可以入口㗎，特別係老人同埋小朋友。咁食用大核同埋大殼或者係大刺嗰啲食物嘅時候咧，就要注意啦，慢慢食㗎。其次咧，我哋紅棗入菜前咧，最好係去核㗎。咁無論係煲湯、煮飯或係包粽子我哋都要提前去咗嗰啲棗核，以免互吞造成不必要嘅傷害。比如有啲粥容易一口就飲落去，嗰啲棗核咧可能被忽視咗咁呢個粽咧一口吞落去，咁糯米包裹下嘅棗核咧更加容易被忽視㗎。最後咧，
如果唔小心吞咗呢個棗核，出現咗疼痛或者唔舒服，要盡快到醫院檢查㗎。咁多謝大家。